实现接近甚至超过光速的星际旅行，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为热切的梦想之一。为此，科学家也曾经提出过很多大胆且疯狂的构想，包括真金白银投入的计划，比如2016年启动的突破射星计划，就由史蒂芬·霍金支持，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掏钱投入，目的是使用建立在地面上的巨大激光阵列推动航天器上面的光帆，将它加速到光速的1/5，然后实现在20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到访4.3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这是一个极有野心的计划，换句话说，也是一个极其烧钱的计划，有很多技术难点需要突破。比如光帆的材料就应该是一种纳米级的，类似于镜面的高反光材料，重量用轻如鸿毛来形容大概都是不够的，因为对它的要求是每10平方米不能超过1克重。要知道啊，一枚1元硬币都有6克重啊，而面积只不过是它的1/5000还不到，看起来很难吧？但其实这还是最容易的部分啊，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超级材料了嘛。另一个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现实的是推动光帆的能量提供方面，地面激光器阵列的功率需要达到惊人的每平方米100亿瓦才行啊！所以总的来说，突破射星计划现在只停留在设想阶段，需要自我突破一下才能够真的有所突破。于是突破的点子还真就来了，只是不知道它是更靠谱了呢，还是更科幻了呢？突破射星计划的其中一名科学家，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勒布，据说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大家不都是在为推动光帆的能量发愁吗？太阳每时每刻都在辐射出能量，虽然能够给地球带来温暖，但就是不足以推动光帆。如果是质量更大、亮度更高的星体，尤其是超新星爆发时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能不能够用了呢？说干就干啊！勒布立马跟同事一起展开了计算，然后得出了乐观的结果。简单来说，勒布想要的结果是利用超新星爆发的能量，将航天器加速到相对论性速度。什么是相对论性速度呢？我们都知道啊，一个物体的能量包含静止质量的能量，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E 等于 mc 平方，以及动能。一般情况下，静止能量远远大于动能，所以后者几乎可以忽略掉。而达到相对论性速度呢，就是动能已经足够大了，不仅无法忽略，还超过了静止的能量。简单理解就是此时的速度已经接近光速了。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勒布的野心也是够大的啊。为此他提出了2种使用超新星爆发来进行接近光速的星际旅行的方案，分别是使用光帆和电帆。光帆就跟突破射星计划里面要用到的光帆是一样的，它通过接收光子来产生前进的动力。影响光帆加速程度的主要因素呢，就是天体的亮度了。常见的超新星爆发亮度相当于太阳的数亿倍，此时呢，航天器可以加速到0.15倍的光速，已经足够达到相对论性速度了。而最亮的极亮型超新星爆发亮度可以达到太阳的5000亿倍以上，如果被航天器盯上，这次爆发可以将它加速至超过0.6倍光速，快了很多。但还可以更快吗？可以的呀，那就使用第2套方案电帆。电帆是由一系列金属锡丝构成的，金属锡丝产生电荷，进而影响宇宙粒子，并由此产生动量。当使用脉冲风星云作为电帆的驱动源时，可以将航天器推动到非常接近光速的速度。而且电帆的好处是可以让它前进方向上的气体或者尘埃物质偏转方向，从而保证了航天器的安全。此外啊，在经过了漫长的星际旅行，当航天器接近目的地时，自然是需要减速停下的。使用电帆的航天器在这一点上也是要明显优于使用光帆的航天器的。那么好了，赶紧去找一个超新星爆发，然后来一次愉快的光速之旅吧。这大概才是这个奇思妙想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精确的预测超新星爆发。天文学家也许可以看出哪些大质量恒星已经不够稳定了，处于爆发的边缘，但是要预测超新星将在哪个世纪爆发都是不切实际的，更不要说是精确到年了。当然，如果一些高级外星文明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倒是也不算奇怪啊。说到这儿呢，其实真的就触及了这项研究实际的意义所在了啊！尽管人类暂时还无法利用超新星爆发的能量，但是一旦我们从望远镜当中观察到一些伴随着超新星爆发而来的奇怪不明物体以接近光速前进的现象的话，那是否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外星文明的迹象呢？我已经开始期待了，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